以前呢，在四川有一道非常经典的川菜，就是用这个鸡蛋做的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已经失传了，也没有什么人做了。它吃起来口口酥香，看起来大气又上档次。今天呢，我将用这24路过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道经典川菜的做法，大家一定要看仔细喽。第一步，先把路过亚子生的鸡蛋打入碗中。我感觉啊，这种饲料鸡的鸡蛋，它的蛋黄儿特别小一个。家里面养的土鸡的鸡蛋的蛋黄的话，就特别大一个。调味盐，把底味给它调够，来一点胡椒粉，2滴白醋，可以去腥的。另取一碗，来上一点红薯淀粉，加一点水把它化开，也给它倒入蛋液里面。现在用筷子把这个鸡蛋打散，加入一点淀粉，它有很多好处和作用。这个呢，等一会儿我会再给大家讲。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它打散，全部打均匀。鸡蛋打好过后，我们给它扣到一边。这里呢，我还准备了一小块肉，要不完啊，这一块肉其实有很多很多，切一丁点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来先切一下，切碎之后再来剁。这道菜真的就厉害了哦，有肉有蛋，想想的话就是一道好菜了。肉宰好后，再来准备一点红色的泡椒，先切一下之后再来给它剁碎，再来上一点姜、葱、蒜末，配一下之后剁碎，尽量宰来细一点啊。再来切一点性感的葱花，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要开始来炒了。锅内来一点菜籽油，先把锅给它炙一下，避免等一下我们炒肉末的时候这个肉末粘锅。把锅炙好，下入肉末，用最小火先给它慢慢的炒散。肉末炒香后，下入泡椒，一起给它们把香味、颜色这些都安排出来。再下姜、葱、蒜末，都炒香出色，加水，调味白糖3个小勺，毛毛盐、酱油、毛毛醋。陈醋的比例和糖的话就1比1，最后用水淀粉给它挂一个薄芡，芡汁收紧后淋上一点明油，关火，出锅先避孕。现在呢，我们锅里面就要开始烧油了，这个油的话就要稍微多一点。刚才调好的鸡蛋液呢，我们用油炸，第一个它更快，第二个受热更均匀。这个老菜呢，就是以前才能够吃得到的鱼香烘蛋，也是一个粉丝朋友私信我说要做的。他说他在70几年的时候离开重庆的时候吃了一次，现在满满都是回忆，再也没有吃到过了。油温烧至6成热，用勺子先舀一瓢油起来。然后把这个蛋液给它倒下去，再把舀起来的油淋在上面。现在我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刚才为什么在调蛋液的时候要加淀粉的。调蛋液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水淀粉进去，让烘出来的鸡蛋它更加的定型，不会快速的塌下去。如果你不加水淀粉的话，烘出来很快就会塌下去这个鸡蛋。现在把油给它舀来往上面淋，
饭店里面的烘蛋一般都是这样子炸的，炸出来才好看。如果大家想要直接慢慢的用小火烘的话，建议用平底锅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个蛋够漂亮吧？一定要经常舀油来淋在上面，才能保证上下的话受热均匀。鸡蛋已经全部烘至金黄了，看到没有？超级的漂亮。现在我们给它漏出来控油就可以。这个油的话一定要给它控掉。控好油的鸡蛋倒入盘中。现在这个鸡蛋看起来它也很泡，就是因为我们放了淀粉的原因，它不会塌。好酥香哦！淋上刚才炒好的这个鱼香味的入臊子，再来给它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鱼香烘蛋就做好了。榛子做出来的鸡蛋是层层酥香，色泽金黄，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，特别的诱人。搭配上鱼香味汁之后，更加的下饭，有肉有蛋有菜，很适合大家在家里面操作的一道下饭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多的不说了，我现在给大家赏一下。我还是先吃一块肉，其实它是这样子夹起来，有肉，有这个汁水，有这个鸡蛋呢，这样子活着吃它才够香。这味道真的是没谁了。酸酸甜甜的，大家如果是用平底锅烘出来的话，它肯定没有这么泡。基本上烘出来出锅它就会塌下去，口感层次的话就会稍微差一点。但是它有个好处，就是省油，方便。不知道给我留言的那位朋友能不能看到这一期视频啊？希望这一期视频看完之后，你能够自己去尝试一下，找回曾经的味道嘛。毕竟70几年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，40多年都没有吃过的味道，都一直埋藏在记忆中，肯定就证明它真正的是好吃，真正的是巴适啊。多的呢咱们就不说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。高压锅里面的生饭蒸热之后就开饭，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